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辛德拉绝后哥的中路对线出装符文搭配情况。这个小版本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个版本不能再像上个大版本那样子先攻搭配3红和3绿这种玩法了，还是要利用一下蓝，就是3蓝做一个后期的一个，还有一些容错。装备上面的话，主要是以你看情况咯，如果优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做那个无限法球，这样的话更好收人头。如果说劣势的话，就先做那个切切法典，然后再搭配大帽。大帽的话，还是现在传统法师里面增伤最好的一个，增加法强最好的一个装备。然后后面2件的话就偏功能型，如果说对面回血太多，你就可以做那个绿书。如果说对面护盾太多，你就可以做那个3叉戟海劫之灵。这里面的话，绝活哥是做了一件这个在无视野状态下技能命中别人的时候可以提供视野的装备。辛德拉的话，跟上个大版本来说，这个版本胜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但它伤害不低。这里给了上单信号，这边上路有3个人的，这就是有线权和没线权的2个不一样的哦。杀不了，那这样的话直接回家。队友给了信息。这里打野被抓了，下路是薇恩的，不是薇恩，是那个镜，对面是薇恩，好像是。像薇恩的话，你前期不去压制，其实就没那么好那个的，所以那一波绝后哥想去帮下路去抓，其实思路是对的。如果你到后期的话，薇恩游龙起来的话，打不了，不好打。这里人马过来了，立刻交闪现，往后拉，回中路塔是回不了的。这里没了，这里人马没有大招的。打野，但移速追不上。对面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算是压制了对面中单的发育的。
对面中单下去支援，这里的话直接来推。中路算是一座资源互换吧，虽然说下路又送了2个人头，哦不是，是上路有一个，这样的话塔皮吃满了，这里闪现，但吃到了那个立场，把人头又送出去了，这样就亏了。前期的话就进入了一个大劣势，这里的话经济上面还是领先的，问题不大。辛德拉的发育还是可以，这里打一套，连招直接帮助瑞文收掉人头。这里的话换资源，下路火龙抢不到。这里面有个点就是你没办法去左右一个打野的选择。这里的话打野只能说野的选择的话，前期的话还是以打野选择为主。看打野是想换资源呢，还是不让对面吃龙呢，还是怎样子？如果打野没来，你一个人去也没用，所以没办法。哦，对面人马想盲视野大招，好凶！这里的话。有闪现的话，对面中单可以秒掉的，等大招。当然对面不漏了。这里把兵线卡住，不让对面吃兵。就是这里的情况下没事做的时候，你就尽量的等那个经济。让兵去那个，这里的话人马过来解线，对面中单肯定是往下路靠，这里一定要往下路去走，不然的话待会就出大问题了。这里人马可能会出现，但已经掉点了，对面也不打算来了。这样的话跟射手换路换线，这里的话直接来拔下路。这里大招跟那个对人马换掉了，但这样子是赚的。这里面绝活哥打出脾气来了，因为人马一直在搞中路嘛。计是打的太多局了，然后打的不是很顺，这里面绝活哥是有点小脾气的，就是前期的，然后你会发现每次的关键时刻都是有意想不到的那种意外。这里其实跟队友上面也是有一点配合上的矛盾。这里面跟队友其实有点分歧，就是下路跟中路2个人其实让他中路是想让双人路是想让那个辅助中单先下去收兵线，但其实辛德拉跟那个是没办法一个人守塔，不好打。
而且对面3个人在下半区。刚刚双人路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这里的话帮不了，伤害的话已经补上了。这里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秒对面。这里武器来了，那没机会了。对面有视野，知道这边不好打的。这里秒掉机器人，伤害打出来了。对面控制强控制没有了。然后这里进了一个大招补上伤害。那这里经济没有落下，就赶紧把大帽做出来。这里上来打人马，但技能空了，没有那个有球的那个位置命中到对方，没有眩晕到。有眩晕到的话，其实伤害会高一点。然后这里的话把人马打残，对面的话没状态就不好来去碰龙。这里把龙拿下，对面那个薇恩在这边的话，直接大招给他，不要犹豫。你的大招，那个辛德拉的大招伤害很高的。这里面连野怪都在欺负中单。这边想碰龙，这里 WE 直接控住2个人。像辛德拉的话 ，Q 技能只能说去补伤害，真正打输出只能通过 WE 去一个连招打一套。这种连招的话，因为辛德拉 CD 很短。3到4秒就可以，这里看对面中单来不来，这里直接可以秒掉大招，可以，那可以稳稳的回去，限制了对面中单的发育，杀掉了就行了。这里的话可以拿大龙，但这边得回去补个装备，直接补大帽，这样的话伤害就够了。对面薇恩在下路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得抓住这个时机，直接明牌开龙。这里打个控制链，大招等一会儿，待会给人马的，这里直接丢给人马，收掉人马的人头，大龙被抢了，这就很无语。但团是团赢了，被武器抢了这条龙，也是挺绝的。这后面刚刚那里大招给那个人马是一定要的，一定要先把人马秒掉，因为人马打野的斩杀线永远是所有英雄里面比较高的。这里的话没有学到3级大招，出现了个失误。只能清兵线了，再支援的话也支援不到了。这里人马往内走，完了，绕后把射手给秒掉，2个送起来了。其实进的话不该回头再放大招了，那个大招也杀不掉人，不如留着下一次团的时候更好打。这里的话不好守。这里的话大招直接武器太肉了，还以为能秒掉。对面还有一个就是打野，因为估计是打野没看到斩杀线，所以不劈上去。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被勾回来了，可惜。但命中了，可以。那这样的话，薇恩能杀掉吗？杀不掉，出事儿。这里找到薇恩，被对面一波了。
这里让中路一个人守塔就已经很离谱了。这局啊，队内矛盾还是很明确的。就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辛德拉、绝猴哥，他每次关键的伤害都给到了关键人物。这里的话，直接秒掉对面中单，对面少人的，这样的话小龙就可以抢了啊，但小龙没了。这样的话，必须得在大龙那里做视野，给时间。这里的话，帮队友当保镖。就打机器人，伤害是够的。对面人马差一点又没把机器人收掉。这里 WE 一定要 WE 的话，一定要关键位置。其实可以选择一波都可以，但选择更稳的。拿大龙，那拿完大龙的话，6神装，这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对面，只要一套输出 ，WE 命中，再 Q， 然后接上大招，就可以武断的那个大招。哦，这里武器在这里，对面金身了，武器这里面啊，这个金身很灵性。这里伤害对面交闪，可以压过去的。这里面辛德拉伤害特别高。这里 WE 的话是目前来说辛德拉比 QE 起手更快的，这他就有点像丽桑卓一样 EW 的一个起手，就威胁很大。这里的话 ，WE 一定要给到关键位置，让他吃控制。他就算交进化，你就不打就行了，或者直接丢大招，队友会补伤害。这里的话，闪现拉开，这人马一定要杀。那这样的话，对面游戏可以结束了。那好，那这局的话就这样子了，直接可以一波了。2路的超级兵，对面是解不了的。好。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